我们今天隔壁的房车走了，我们就是在山前面，但是山每天都变幻莫测。哦，这个它会叫哦。哈哈哈。你看我家两只小狗，性格就完全不一样。住上就是啥都不 care， 外边有啥都不 care。蓝精灵已经盯着外边那个土拨鼠啊，还是松鼠，盯了他妈半个小时了。哎，喂，你看毛都竖起来了。蓝精灵，呵，激动的看着土拨鼠，激动的。冷静 ，it's okay。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哦，太阳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出窝了。我们今天买的下午2点的车票去路易斯湖。路易斯湖呢，就是继我们上次去那个梦莲湖，在班夫第2大有名的湖泊，也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早上我们要先去班夫小镇去逛一逛，因为我昨天知道了一个信息，加拿大3大土特产有鹅、鸟和鹿。鹅大家都不用说了，就是加拿大鹅。鸟，始祖鸟。居然是加拿大本土品牌，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牌子。然后就是Lululemon，我一直以为是美利坚的牌子，因为在美国已经烂大街了。那始祖鸟呢，我今天打算去小镇去逛一逛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他们家的衣服，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户外经验和我的审美没跟上它。但是始祖鸟在加拿大是属于3防产品啊，防风、防雨、防雪。我这次这不是从沙漠来的人，没有准备任何防雨防雪的衣服嘛，所以我今天去始祖鸟去逛一逛，开开眼，看看这个土特产它有多么的土，它有多么的功能性，兼具功能性。希望可以找到我觉得适合的衣服。你看这里都已经到了居民区了，这班夫小镇了，这还有这么多路。对，这个是个宝宝路，还是个宝宝。小镇停车费1个小时7块钱加币。对，天气真好。那小教堂看着也特可爱，整个这个小镇就特可爱。来，这就是鸟，始祖鸟，全是户外用品。哎呦呦，这啥呀？背心儿、鞋，这个好像还蛮好看的哦。它就是防雨的，感觉这个也蛮好看的，紫色的。不愧是专业的户外品牌，分防雨和专业防雨。来，请开文给我们介绍一下知识点。就是这个里面会有一个硬的东西，硬的这个发热的条，这个可以在万一的情况下，户外他们搜救你的时候，通过热成像是可以看到的。这个找到你，这里边有一个硬的，已经很多品牌都有，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。这个颜色是不是蛮漂亮的？很清爽，是不是？韩国家还打折。我还没有个这个颜色的衣服，这个就是防雨的。这个也蛮好看的，有没有？这个看着也，这个很舒服，这是一个内搭，然后关键这个颜色很适合我，是我的幸运色。只有这家店可以哦。只有这家店可以在买的衣服上面印一个免费的班夫的 logo，就是限定款，班夫限定款。对。So can I put like a close to the edge? Yeah. You can do it anywhere? Yeah. Have you ever seen anybody put it right there? No. No? I like it. Yeah. I like it because the back is so blank. 他已经开始做了吗？我也算拥有了加拿大土特产班夫特供限定款鸟。
弄这个 logo 还挺费劲儿呢。所以其实，在周末我们不做的。哦，Thank you 哥们儿中文说挺溜啊，一看就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孩儿。So today is my lucky day， 因为他们这个小伙子说他们周末是不印这个 logo 的，对，因为他太忙了，他也很费劲儿。今天是周日，我的 lucky day。I love it， 你看很特别呢。Awesome, thank you。太甜了。这个看着就很甜，有没有？这确实挺有名的。你看他买的切了一块一块的。哦。这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尝尝。你们年轻人吃吧。一进来就是糖浆味儿。尝尝。我也不爱吃甜的，但是我是觉得呢，来了以后呢，尝一下，这人家这个叫。裸熊掌，你要买就买这硬货苹果。对，这糖果店。富贵，你想吃哪个？主要是看你吃哪个。这个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就买一个尝尝。好，还是你要这个，或者买这个。买了一个应一下景。Enjoy it right away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 too. 尝一下这个血糖飙升零食。The sweetest spot in Banff， 最甜的地儿，全班夫最甜的地儿。糖都卖给他家了。糖都卖给他家了。巧克力裹着糖浆，再裹着碧根果。我在这个 The Sweetest Spot 吃了一个 The Sweetest Treat， 我就变成了 The Sweetest Person in the world， 来。我们现在在这叫什么休息站？这叫什么？游客中心。Lake Louise 滑雪场。啊 ，Lake Louise 的滑雪场的游客中心，就外面就是坐那个公车的地方。我们在这儿躲雨，因为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有正经的，正经的防雨衣服，就一把伞。老板，出太阳了。啊。真的是出太阳。所以到路易斯湖和梦莲湖，它是可以现场在这个游客中心买票，但是这个票的价位就比较高。车虽然和我们坐那个车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路线都是一样的。你看，跟着老油子来，我们就抢到的是8块钱一张的票。这就是必须得提前抢啊，提前抢。有一个3块5的那个网络预订费啊。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次我也才知道，就是你取消这个的时候，它还会再收3块5啊。所以，当然比起这个来讲，非常已经算非常便宜，55和8块钱。对比一下，订呢也有一个劣势，就是你不知道天气怎么样。但是这票一般都提前买比较久了，就是存在一个天气的预测性。所以我们都是抢了3天的票，是吧？但是还有一个1天是临时抢的，2天是早就备好的。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提前2天的时候，它有一个 last minute， 还可以有一部分票提场。每天早上7点钟，在这儿是8点，在温哥华是7点，来抢这个票，还可以再继续抢。我们前几天去的那票就是我提前2天抢的。哦，所以还是得跟专业的来。9年来了7次。9年来7次。
所以是真的喜欢班夫，真的对喜欢。我们现在搭上巴士去路易斯湖。我说句实话，这些所有的漂亮的湖都得站在高处才好看，你站在低处其实看不出它的颜色和它的这个美妙的。爬这个路线啊，它这儿显示是0.7公里啊，可能再加上点就1公里有可能。然后如果你回头还可以愿意挑战，还有2条线路，一条是到这边，他们有到茶屋的啊，还有一条有到最高的一个地方，在某一个点啊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啊，你基本上就能看见整个湖，大概就有距离感，就有概念。今天先来浅浅的感受一下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24号再来爬个大的。但是我们明天也要去爬山，对吧？明天那个是小中型，这个是小型，来回2公里。开始徒步了，激动。1.1千米，我们是那个 Fairview Lookout 吗？对，我们是1.1的，最简单的1.1公里的。OK。我们不爬这个7.3的。怎么了，富贵？你想爬7.3的？走，没有人。这1.1公里呢，我们家狗子是爬回来的，来回都自己走的。就最简单的呗。对。哦，所以这边的冰川水啊，营地也都是冰川水。然后我们往上爬1000米，就到第一个观景台。咱们的营地是可以直接用那个水龙头里的水喝水的。啊，要烧开，过滤一下。看它这个路线不长哈，但是它这个坡度还是挺高的，所以有助于我们。对。要那个爬山树啊，对。这树是都被砍了吗？被砍断的。上去就是大晴天，看这个架势是大晴天，能看到湖的美景。朵棉花糖是对，所以你的这个湖能看到阴暗、明暗。你看，坐，这凳子多好看！大长腿，谁腿长？反正我的腿肯定不咋长。你看人家这个都是树墩子，天然树墩子的，真好看，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开始喘了都。1000米也不好爬呢，就那7.3公里，得多累呀！这是那边啥？倒了。坡度还是有的，对。走2步就喘，走2步就热，就这水平，还想挑战玉山呢？别了。现在是1000米的爬吧，马上就到了。我感觉这路越走越窄。富贵不会待会儿被熊拖走了吧？富贵在后边慢慢爬，他还假装自己在那拍景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慢慢爬不动。他爬山还是 OK 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湖了哟，看到湖了。哎呀，这个更粉，比那天那个湖更粉。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现的这个湖。和西部大开发一样的时间。然后太平洋铁路公司呢，为了纪念英国维多利亚第4个公主，然后它的名字就叫路易斯，所以路易斯湖的来源于这个英国的皇室。哦，我和他撞色了。
们上来这个观景台，这天气还是很给面子，因为有阳光，和梦莲湖一样，有阳光，它这个湖面的颜色才好看，就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颜色。但是我和富贵一致觉得梦莲湖更好看。但是这个路易斯湖的好处是后边有一个这个城堡式的酒店啊，就是在这个整个雪山为背景，然后湖为前景，然后森林里边有这么一个城堡式的酒店，就显得很特别。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梦莲湖更好看。梦莲湖是粉蓝色，然后这个路易斯湖是粉绿色。这是个啥呀？他这个忙的。他跑上来了。这个东西豪猪它是有那个啥的，对呀，有尖尖，对，不是豪猪，它没有刺儿，它全是毛。那个河狸，它爬山吗？河狸爬山吗？不应该呀，不应该呀。而且它不怕人，它刚才就是从我们脚边就从这儿就直接走上来。河狸是这样，这也不是河狸，不是河狸，它的尾巴没有平，你看它的尾巴是毛毛的，所以它应该是山里的某种动物。巨大版土拨鼠 Plus Max Pro， 我刚才就站在这儿的这些小蚂蚁，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山顶上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决定下山，然后绕着湖再走半圈儿，往冰川方向前进。因为今天天气好，看一下不同的景色，以免我们24号不来。我看他们仨是不想来了。爬了这个坡，他们想要24号把我自己送过来爬那个南山，和最难的那个7.3公里的泥路我的妈呀！对，富贵今天穿了个专门的登山鞋，有信心，有决心，想要爬的。我以为今天要爬7.3公里呢。嘴巴老啊，人煮熟了，嘴巴还是老的。不是，你看我们已经决定了。哎，你看我们已经决定不去了，所以自己吹牛逼走了，吹牛逼。对，过嘴瘾嘛。过嘴瘾。太遗憾了。多少钱？划船30分钟160，加税。哦。但是这就1小时核算1小时划算，1小时170，但是不合理啊！不合理啊！谁划30分钟？对呀，半个小时160加税，1个小时170加税。但是我觉得怎么划也就1个小时了。我建议大家不要划，还是用钱买一个船。因为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半个小时的话，你根本就划不到里边去。你划到里边去就要半个小时，你没有另外半个小时，你没法出来。所以划到里面去是为了看那个冰川。就是离冰川更近。离冰川更近啊！那这个船，比如说我带着你的那个船来，可以下吗？理论上是可以的。可以私家船下去。江板。你那个传说 shuttle bus 是没办法带的。对，那就是其实就是变相的垄断了。你想要划船，因为你坐 bus 只能坐 bus 上来这2个湖嘛，然后你坐 bus 你是带不了船的。如果你特别幸运的话，能够抢得到车位的话，是可以的。我们也见到有人带船进来划，也是 OK 的。对 ，Life in the Snow Forest， 这个叫什么？灰毛土拨鼠灰毛土拨鼠，也称为花白旱类。我们讲对了，土拨鼠。对，那我们说对了，土拨鼠。所以我们是绕着这边走吗？对。好嘞。我以为这是下雨了，这下的是冰雹，现在。下雪了！你看，这是一个固体的，叮了当啷，它打在我的这个衣服上面是固体的。冰雹的颗粒还不小呢，这直径得有1厘米。下雨大。你看全是颗粒，叮了当啷，绝了！什么天气都遇上了，让我们。
这真是体验感100欢。冰雹越来越大，但是呢，越往里走，这湖颜色越漂亮，然后人越来越少。那这边下着冰雹，但是雪山那边，它其实是有太阳的。刚才我们爬的那个观景台，就在这儿，半山腰，才不到1/3的高度，看没看？就在这儿，小小一个小观景台 ，right here。走到这个山下面啊，虽然没有特别近，但是能看到它这个山上的植被已经有不同的植被了。我一直以为就只有那个高高的松树一种，但是这边看就有很多那种矮矮的树了。所以任何景色还是要走近了再看一看。走着走着，居然又开始下小雨了。这下起雨来之后，会觉得有点冷。班夫这边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，1分钟一个变，像小孩子的脸一样。我们这是切切实实的走到了这个湖的最深处哦，颜色越来越好看。然后旁边是那个插着小旗儿的那个船，它能游到这边最滑到这个湖的最边上，真好看。你看这个湖的颜色越走往里越绿。这边还有山泉水流下来，流进这个湖里。这个树指向了远处的山，然后这个山也是一个向上指的一个流线的状态，融为一体。这边就是尽头，从这儿走过去就是到这个湖的边边。后边好漂亮，然后这边还有可以再往上山的路，我就不往上上了，我准备走到这个湖的再边边，那边应该有冰川可以看。虽然不像阿拉斯加那种冰川啊，但是也是 glacier 哈。现在要踩着这些石头过来，千万不要踩到水里，哈哈，不错的。所以到底是这个水里的什么物质让它变得这么蓝呢？到底是哪种矿物质可以让它变得这么蓝呢？不知道呀，我们再往那边走走。这才是白龙马蹄儿朝西。我们这师徒4人组根本就不行，人家这才是真的是有马的，还下山呢。好帅啊，这马！这边有太阳了，这边已经走到阳光下了，很暖和。是旷野，在没有路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，跟着马队的方向走准没错。这边还有个小桥。
其实这一块冰，它就有点像我们在阿拉斯加看的那个冰川一样，它是发蓝色的。它虽然没有我们在阿拉斯加看那么蓝，但是它已经和其他雪山上的这个颜色不是很一样了。哇，我看到了马队，我居然和马队在这里相遇了。这里应该也是他们的目的地。我走到这儿也就不往前走了。他们在这里看什么？他们在这里看这个冰川哦。马队走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他们刚才过来就是看这个，我刚才说的有点像我在阿拉斯加看的那个蓝色的冰川雪。真的不敢相信，我居然是从这里走过来的耶！我从湖的这个尽头走来了这个尽头。冰川走出来的摆拍，够不够做作？够不够做作？不够的话，我再走一遍。不够做作。小朋友春游一样，每人发了3块饼干。别看瞧不起这饼干，这时候吃刚刚好，又好吃又香，又能补充体力，还能感受到这种幼儿园春游的发小零食的快感。这回程的路也是很美的，不同角度的这个湖，怎么还有挂着毛巾来的？他可以下去游泳吗？我得显摆一下我的大长腿。同样，我和 Kevin 还有 Melody 走的同样的路，我的步数是12000多，他们已经到了14000多，所以这个腿长的优势就体现在这儿了。哦，所以这个上去是马道，马队走的，我们就是走人走的路，从这儿下来的。对，我是在下边拍到他们下山特酷。前后2个女牛仔。对。它为什么叫鸭呢？它是乌鸦。但是它不是全糊的，它就是脑袋上。所以叫暗冠，就是头顶冠是暗的，感觉很有镜头感。看我，呵，真给面儿，真给面儿。BC 省，大不列颠，哥伦比亚省。省鸟。省鸟。大不列颠 BC 省省鸟。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鸟。暗冠蓝鸭。我们在讨论这个酒店，就是一直在我们湖景边上。对，酒店多少钱一晚？最低的一张大床需要1900多加币税前。呵。湖景的吗？湖景的吧。而且不包早餐，如果包早餐的话要2050加币。所以加那个早餐没多少钱，早餐50来块钱。如果你要2张大床的，需要2200多。2张大床就2200，但这是湖景吗？就是它的这个窗外的景色是面冲湖吗？他说是湖景，但是就是它有前排的楼，还有后排的楼。我觉得那边后排的楼好像也有一部分能看到。你比如说这边，这个角度没有正中间好的。对，这个也叫湖景。对，那个也叫湖景。酒店都是这么讲的，只要能看到一点湖就是湖景。对，你斜着眼看也是湖景。很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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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你看，这前面有光膀子的，后边有穿羽绒服的，这讲的倒是挺硬的。你们啊，居然这么深！对面这个 site 居然来了一个大卡车头拖的房车，嘿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房车。这房车车型见过，但从来没有见过真的是用卡车头拖的。哇，这绝对有劲儿啊！这肯定翻不了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吓人的。会搞流量，咱就是罐罐在天空步道吓得双腿跪地，颤抖站不起来。
卤肉饭，哎呀，富贵到哪都吃卤肉饭。Ruthless flows just dirty, machinery, murky, lurking from Sweden to Turkey, quirky, gangs just 30, your dead little flame can't burn me.